有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大家刷到了没有？也有可能您刷到了，非但没有感觉到兴奋，还觉得有些沮丧。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看透这个事儿的重大意义。这条消息就是昨天6月6号，我们交通运输部联合福建、广东海事局，还有我们东海航海保障中心、东海救助局，在中国台湾岛东部海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。而就在前一天，我们中国海警岱山舰、白塔舰编队已经提前进入了相关的海域，开展执法巡查。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振奋人心？为什么重要呢？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因为就在几天前，有人居然想用嘴皮子把我们这片海给划走。5月28号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会面，搞出了一份它叫联合声明，宣布要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。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当时我都乐了。你看，一个在我们台岛的东北边，一个在我们台岛的东南，中间明明处着一个我们的台湾岛，结果这哥俩倒好，隔着岛就开始研究怎么划界了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这就好比两个邻居隔着你家的客厅商量你家的家具该怎么摆，你还没说话呢，他们就先把你家沙发给分了，碰瓷儿都没有这么碰的。那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明面上所谓的经济划界，实际上就是为了争资源、抢权益、搅局势。日本想借冲之鸟礁扩张海洋权益，把那两块涨潮之后加起来还没有你家客厅大的礁石，包装成为岛，继续的向外圈海。在这儿呢，我想跟不太了解情况的朋友们多说一句，就是冲之鸟礁位于日本东京以南大约1740公里的西太平洋，涨潮的时候露出水面的两块礁石总面积才8.6平方米，连一张单人床都放不下。为了把这块海鸟们站上去都得错峰出行的岩礁变成岛，可以说日本几十年来是煞费苦心，不惜耗费巨资浇筑混凝土护岸，修筑人工平台，甚至在周边海域大规模的养殖珊瑚，想把它变成岛。它图什么呢？它就是为了非法主张周边大约47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。那么这个面积比日本本土还要大。而菲律宾呢？菲律宾则想在巴丹群岛以东多占一点便宜。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合法权益，恰恰是他们绕不开却又想绕开的一个关键。所以这俩人一商量，干脆我们绕开中国，我们自己画条线，我们自己宣布这片海归我们就行了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想侵占我们台湾以东海域的合法权益，搅乱台海和南海的局势。但是问题是，国际法不是你们两家开的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写的是明明白白，涉及相向或者相邻国家的海域划界，必须通过有关国家协商解决，不得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。而我们中国台湾岛就在中间，你们俩隔着我们中国台湾岛，还能算什么相向国家呢？你们这叫隔岛划界，自说自话。房主还在家呢，你们就已经开始分房产了，你们是不是多少有点心急呢？是不是想多了呢？更何况今天你日本连个正常国家的完整的海洋权益都没有。2012年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就直接打了日本的脸，依托冲之鸟礁主张的大陆架全部被驳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公约第121条说的清清楚楚，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，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。所以你那个8平米的礁石，你不要说人类了，鸟类生存的条件我看都不具备。海鸟站上去呢，它们不仅要错峰出行，站上去是鸟挤鸟，想蹲下来下个蛋都难，你还想圈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你做梦呢？再来说琉球群岛，波茨坦公告第8条明确规定，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，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4国及无人所决定其他岛屿之内。所以琉球群岛从来没有被列入日本固有的领土范围，其最终地位由国际社会共同决定。日本目前对琉球群岛仅仅拥有美国在1972年单方面移交的所谓叫施政权，而非完整的主权，更无权以此为依据与其他国家进行海域划界。
你拿这个当划界的依据，做梦了。所以日本菲律宾这场所谓的划界谈判，从根子上就是非法的、无效的、自己哄自己玩的。不过呢，我们生气归生气，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我反倒想谢谢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俩这一次等于主动把脸送到我们面前了。我们外交部当天就表态4个字：非法无效。6月2号，我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把话挑明，说涉及中国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问题，绕开中国根本不成立。但是外交发生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硬菜在海上。6月1号，就在日菲宣布划界后的第4天，我们中国海警岱山舰、白塔舰组成的编队，堂堂正正地驶入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，开展执法巡查。不是普通的渔船，是我们海警的主力舰，不是偷偷摸摸，是公开的、常态化的、法治化的执法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6月6号，刚才我讲的这一场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。以前呢，我们在台湾岛以东的常态化巡航虽然一直在做，但是呢，总有人嫌力度不够。现在好了，你们自己跳出来搞非法划界，主动把脸伸过来。你把脸伸过来，如果我不接，是不是不太礼貌呢？所以说，你拱一步足，我就直接吃掉你的车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可以借着反制非法划界的名义，中国海警和海事部门在这片海域的常态化巡航，将名正言顺，将力度空前。你们不是想搞小动作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肌肉块头有点大，我不会小动作，我只会大动作。既然你要划界，那我就执法，以后所有进出这片海域的船只都得从我的眼皮子底下过，我说行，你才行。日本的渔船想进来捕鱼，行，先报备。菲律宾的补给船想过去，行，接受检查。想给岛上运点特殊的东西，行，我先来检查检查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规矩。海洋不是法外之地，更不是你日菲合伙就能私分的一张大葱油饼。而日本最近还在冲绳扩建所谓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它叫战时医院，病床直接翻倍的增加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病房，一个科室的病房，叫精神科病房。宫古岛、与那国岛，他们也在频繁的搞所谓叫伤员后送演练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个事儿如果玩不好，是要真付出代价的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一边喊着要介入，一边忙着准备病房，一边高喊着安全保障，一边提前研究心理创伤治疗。这就像有人天天在网上约架，结果呢，先把救护车的车牌号、电话号码存好了，心里有没有底儿，一眼就能看穿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回头看这场闹剧，日菲以为自己在划边界，实际上是在给我们画巡航的路线；以为自己在改变现状，实际上是在给我们强化海上管理创造条件；以为自己捡了便宜，结果把主动权完完整整的送到了我们手中。中国台湾岛就在那儿，地理的现实不会因为一份声明而改变，国际法就摆在那儿，也不会因为几句口号就失效。这片海不是谁嗓门大就归谁了，更不是谁拿一支笔画一条线就能画走的。所以我想说，谢谢菲律宾，谢谢日本，我们等的就是你先拱的这一步。这片海还是当初的那片海，这片海也早已不是当初的那片海了。